迎收看《洪流洞见两岸风云》，我是洪淑芬。今天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中国时报》总编辑王明义王总编辑来到现场。明义哥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王明义。媒体界人对他非常非常熟悉，尤其呢跑两岸的记者对他都要称一声大哥哈，因为呢他在大陆采访呢已经将近30年。好，这30年来呢，他其实我们先介绍一下明义哥好了，因为明义哥呢，他的采访的经验非常的丰富，而且他出过很多的书。他内心有非常多的秘辛哈。等一下，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都会为我们一个一个来解开他所见到的，在大陆采访的过程中见到的一些秘辛哈。那我大概介绍一下明义哥。明义哥其实呢，他在《自立晚报》做过，在《中国时报》做过，现在呢，他是《中国时报》的总编辑。他在大陆采访将近30年的时间，见证了两岸谈判协商，还有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历程。好，从香港会谈、孤安会谈，还有港澳主权的移转、博鳌论坛、国共论坛、两会复谈，好，几乎所有的两岸的重要的互动还有往来动态都采访了。而且呢，明义哥其实他写过好多书哦，真的是很厉害。我前几天呢，最近都一直在拜读你的大作，就发现这太难了。工商服务时间，工商服务时间为你打广告，打个书。哦，明义哥做了很多两岸的著作，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别的。我只是写几个比较重要的，包含不确定的海峡、两岸和谈啊、台湾与中国对话，还有就是对话与对抗，台湾与中国的政治较量。波涛滚滚，1986年到2015年，两岸谈判30年谈判秘辛。好，这本书其实最近我在看，老实说，以我觉得我自己理解力非常强的人，对于两岸的这个历程，我觉得我自己看都觉得，好辛苦哦。有波涛滚滚吗？有波涛滚滚，整个脑袋波涛滚滚，内心汹涌这样子。好，那明义哥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都会为我们来分享他在两岸采访的过程中所见所闻。好，那不过今天我们第一个问题想要来谈的是有关于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有2位叫蒂芬妮跟培利，他们在2月26号的时候提出了一份的共同决议案。好，这个共同的决议案呢是呼吁美国与台湾恢复正式的邦交，改为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终结过时的一中政策。好，虽然这是2个议员他们自己所提出来的一个提案，但是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应吗？还有就是它是不是中国大陆怎么样来看待美国国会议员他们所提出这类的一个提案？这会不会是踩到了中国大陆他们所划定的一个红色底线？我想因为这个大家比较关注最近这个美中台的动向啊，主要是因为跟去年11月美国大选之后，这个川普下台，那这个拜登今年1月20号就任了，所以到今天刚好大概也是等于说大概1个半月啊，那等于说这个1个半月以来，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因为整个美国政府的班子啊，他们也是政党轮替嘛，这个轮替之后，到底他主要在对华政策上，当然也包括对大陆、对台湾，他的一些策略会采取什么样的变化，所以整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决策的动向。也跟国会的一些议员的动向都有相关系的啊。但刚刚这2位事实上这2位众议员在上个任期，就上个政府期间就已经提出了相关的提案了。但是我想我们在看待美国国会的议员的提案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能够去解析它到底是一个，你从立法院的理解就可以知道，我们立法委员提出很多议案，但有些完全没有拘束力的啊。所以没有拘束力是它是一种宣示性的一个提案，他必须交代选民的这个，他是交代选民，还是交代要对选民有交代，有些他的利益，有他的政治立场。那尤其在过去，我们知道说，事实上现在中国大陆跟美国是从1979年1月1号开始建交嘛，对，那当然同一天是跟台湾断交了啊，对，所以中华民国跟美国政府在1979年断交以来，事实上今年第43年啊，第43年以来，事实上这个声音在美国一直出现过。就希望没有断过，对，一直跟台湾希望能够恢复某种的官方关系啦，所以我们目前叫做非官方的这个政治文化经济关系啊。那事实上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包括今天早上这个拜登今天发表一个新的有关国家安全方面的一个论述里面，他事实上说要等于说明确的表态要支持这个台湾这个叫做亚洲的民主政体。亚洲的民主政体，对，他也没有用一个什么独立的国家，这是一个新的名词吗？也不是，我想这个不管是一个政治体制或是一个政体，这个东西就是它就是一个民选的
一个政权就对了啊。但这是他为了区别，就是为了跟他的一个中国政策，区别一个国家，不，为了跟他的一个中国政策不要相违背这样。事实上，在1979年他们建交之后，就跟北京建交之后，他就一个中国原则算是一个北京的坚持，对，一个中国政策算华府的立场，那一个中国的问题是我们的看法啊。所以这个美中台有不同的这种论述里面，那这个东西大家有一个游戏规则跟框架在那边，那这个框架当然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声音。我想台湾内部也是一样，有独的、有统的、有中的。那大陆方面事实上当然声音是比较一致的啊。但美国方面当然因为有政党利益、有政党立场，那尤其过去共和党在立场上是比较反共的啊，也比较这个保守的啊。那问题是共和党也是突破这个美中关系的重要的一个平台。当年包括这个尼克森到美国去访问啊，不到北京去访问。那更早之前，基辛格偷偷的从这个巴基斯坦这个跑到北京去秘密去穿梭去斡旋，后来慢慢的有一些对话，签署一些秘密的协定，后来当然促成了到1978年，当时的这个卡特政府的时候，当时蒋经国先生在凌晨睡觉的时候是被美国大使安克志给吵醒的。当时宋楚瑜就带着这个美国大使到官邸去跟蒋经国告诉他说，2个礼拜之后美国要跟中国建交了啊。所以这个等于说43年以来，事实上这样的一个声音在美国国会里面是经常会看到的。所以它本身就是一个政治宣示的一个立场，并不是一个，还不是一个到政府部门很成熟的一个对台政策有什么改变这样。所以大概可以用这些角度来看待。所以即便是2个议员所提出的一个提议，其实也不用很认真的看待它。听听就算了。听听这个不代表说，也不代表白宫，我想也不代表说2个政党的一些对中国政策、对台的政策有什么大的改变这样。是，所以中国大陆对于像这类的议员，他们所提出的，也不会觉得说踩到什么红线，因为这43年来，可能每一年几乎都我想北京有时候他有时候会观察这个动向，是他会判断说这个到底是某些政党的议员的立场，还是说他背后这个政党跟这个国务院呢，还是说白宫有些什么新的变化？他们会观察这个它的发展性跟可能性啊。到目前来讲，我想即使像川普这么的不要说夸张，就是这么的这个神勇的人，他都想说去改变一下美中关系，他都还不敢尝试去做这个事情。那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在去年很关键的时刻里面，曾经对外公开发表说，我们现阶段的美台关系并不以建交啊，以恢复邦交为主要的目的，这样。所以这个东西本身你就知道这个议题背后的敏感性，跟它的这个可能触犯到一些美中台之间的某种框架的游戏规则跟它的红线这样。但是我也想知道说，这2个议员会不会是民进党政府就说去 lobby 的一个？这个当然很可能，但不止民进党政府。我想过去从李登辉时代啊，李总统时代，包括后来陈水扁，包括马英九，我想每个总统任内，我们在国会里面有强大的这种游说的力量啊。那尤其大家可能很多观众比较关心、比较清楚的，我们在1995年，当时李总统回到他的康奈尔母校访问的时候，当时美国国会曾经通过2个重要决议案，就欢迎中华民国的这个李登辉总统到美国访问。因为当时克林顿政府是给了李总统一个等于说文化访问的签证啊。这个签证，那当时当然美方的这个国会当然因为国会代表这个美国的民意嘛，所以当时在国会里面，就刚刚讲的这个众议院啊，众议院有435席全票通过，欢迎李总统回到他的母校。那有100席的参议院里面有99席通过啊，支持李登辉访问美国。这么高。所以这个东西当时当然也花不少钱啊。这个整个国会的拉比是需要花钱，花在这些，因为他有一些国会议员必须要游说，有些利益团体必须要去沟通，也去争取这种友善的关系嘛。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对台湾来讲，我们是很有经验的啊。大陆是在1995、96之后，才慢慢意识到说，原来他们这跟北京跟华府的关系，他缺少那种怎么去做游说跟利益团体游说的这种，他们这种经验完全跟台湾照抄的。所以，那现在蔡政府的大外宣就说这个部分其实还是一样的强度也在进行嘛。这个是我刚讲长期以来台湾在驻美的不管是历任的代表，我想他们的重要工作之一哈，是一个包括像我们的驻美代表处有一个国会小组啊，这个小组本身是应该讲说50-60年来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个工作啊。即使说到1978年12月16号，我们跟这个卡特政府宣布要跟台湾断交，到2个礼拜后的断交，我想本身这个工作一直没有断过的。我想知道说，民进党政府它除了就是说官方上面的一个跟去游说之外，是不是私底下透过了很多的基金会，或者说一些民间的团体，其实一直在做这个？我想对，刚才讲游说是国会本身只是一个目标之一而已啊。事实上，包括学界、智库、国会助理，甚至说各州政府啊、各地方政府啊、各地方的大学，各地的大学，我想这些都是
我们应该讲说，在做美台关系这个重要的拉拢的、争取的一些对象的。尤其这些重要的在 DC 里面有大概将近有台湾可能应该最经常的，大概最少10-20个重要的决策智库里面，我想过去我们外交部、陆委会甚至说我们一些台湾的相关的重要的智库基本上跟美方的这些决策智库都保持一个很密切的联系。那这些是我们争取一些。包括政策支持，包括各种一些相关法案的支持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平台，所以我想这个工作本身来讲，应该40几年从来没有断过的。好，现在大家其实非常关注的是川普下来之后，拜登上来那有人说就是川规拜随，抗中仇中的一个路线应该还是会持续，尤其是像目前国际上的一个好像基本的共识，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氛围在。那台美之间有可能会比之前的关系更好，或者说有可能会恢复建交、恢复邦交吗？这有可能吗？其实我们从那个初步看起来，从包括这个拜登总统从1月20号宣誓就职那一天的演说到后来陆续的他接受这个CBS 的访问，后来包括CNN 的访问，还有包括新任的国务卿布林肯在应该是上个月底在有关美国这个国家广播公司的 CBS 的访问里面，事实上他有关谈到对华政策基本上的基调没什么变，但民生变里面跟川普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想主要跟中国这种所谓的竞争较量关系是没有变的。但是我觉得布林肯讲了一个很精确的一个用语他说在未来的这种美中关系里面他认为有3个层次一个是敌对的层次敌对的层面，一个是竞争的层面，一个是合作层面。他这个东西他分得很清楚，可能在某些外交战略上、地缘战略上，这个在科技上是有一些敌对的，有些恶意的比如包括这个网站的攻击黑客骇客那些的，包括那种所谓的竞争的，包括可能经贸可能科技，可能相关的像半导体相关产业的这些东西可能比较紧张的那事实在很多合作方面的，实际上很多文化交流经贸那些，所以他把这个人分得很清楚所以这个情况下看起来跟拜登跟川普时代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差别在说他的方法跟他的策略不太一样。那川普可以形容说好像一头大象一样，共和党是一头大象嘛民主党是一头驴子这样。大象可能横冲直撞但我讲横冲直撞不一定有效果，所以后来包括美国的很多智库最近的很多评论里面认为说，你这个光喊那些空话没有用的，你要有策略，你要有步骤所以这次你看他把以前的拜登比较有策略嘛，是应该讲民主党政府比较有策略我想共和党已经把这些朋友圈、把这些盟国基本上都得罪光了，没有太多人愿意跟他合作了。所以你看很明显，拜登上台这第1个月里面应该讲第1个礼拜里面。他大概把整个欧洲的朋友圈都打了一通电话了，到最后当然后来陆续全部再揪回来，也跟习近平打了电话了，当然最后也跟这个可能跟共和党比较熟的那个以色列这个纳塔雅胡总理也打了电话了，所以表示说他希望是改变一下原来川普政府时代跟这些所谓的列强、跟这些盟邦的一些紧张的关系，因为你唯有这样的关系才能够跟中国保持某种的竞争状态，保持一种既有的一种优势嘛所以我想在策略上它是有些调整的，而且在做法上它比较精致的那这个东西我觉得我们也必须要小心，因为它在对中的政策上也可能有些弹性的调整这个调整我刚刚所讲的有斗争但是也有竞争，但是也有合作我们不能在这种过程中只是一面的譬如说站队，一面的靠美国，事实上美国有些要靠台湾，台湾有些要靠美国，要靠日本，要靠大陆，所以有些东西你看怎么调整，就像刚刚布林肯所讲的，两岸之间的关系事实上也有像敌对关系外交的军事的，但也有竞争关系比如有些产业的，有些合作，有些竞争但有些是互利的，像这个比如合作方面，像经贸，像我们到去年公布的这个2020的这个两岸的贸易里面，我们还拥有1400多亿的贸易顺差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等于说两边是一个极重要的贸易伙伴所以这个关系绝对不能破掉。就像这2天大家关心的这个苹果，这个不是苹果，这个叫大陆叫菠萝，我们叫凤梨嘛。整个事实上这个产业在整个两岸的产业里面是微不足道了，所以微不足道它占的大概比重也不过大概2亿多人民币。我们都已经拥有1000多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大概有将近上万亿的这种这样的一个等于说的这个产业的这么大的一个庞大的这种结构里面，凤梨不过一个很小很小的，它是个很小的点，但它对台湾农民是很重要的对台湾的这个产业来讲，这个东西就像这2天随便一订购都已经4-5万吨但是蔡政府现在就把它就是提升这个当然这个是后话，就是说这个东西等于说也是在检测整个新的国安团队到底有没有能力、有没有专业来应对这种大陆方面。你觉得现在的国安团队，蔡政府的国安团队，他有能力？从过去这个礼拜在应对这个有关大陆方面宣布要暂停这个凤梨进口，我想这个策略上
应对上来讲，这是不及格的啊。尤其像我们很熟悉，像阿通这个过去阿通主委跟这个邱太章部长，我们都比较熟悉的这个一些民进党这边内阁官员啊，事实上他们在应对这些过程里面，我想可能还没有展现出他们应该有的这种经历啊，因为事实上他们在两岸关系都已经涉猎大概都将近20年，所以他们很熟悉这一块应该怎么应对的。那是因为民进党的仇中反中的一个基本的立场，是不是他们都还没有做调整？我们现在看到整个的世界局势，包含中美关系已经在改变了，但是民进党政府是不是这个部分他还是？民进党这个迷失哈是有点可能是说的比较简单的比喻，可能被川普政府给宠坏了啊。实际上，川普政府宠坏。对，川普政府当时仇中跟反中有他的中美战略斗争的一个需要，跟他因为它里面涉及到整个他的竞选口号叫美国要再次伟大嘛。对。那讲这个话的潜台词就是美国已经不太伟大了啊，就可能在某些方面的压力已经被中国有些超越了，有些是竞争压力越来越大。所以在美国这种比较强势的这种斗争的策略里面，台湾当时可能在走的路线上是一昧的，不就是比较完全绝对的倾向美国的话，这个东西对他们俩是不利的，因为事实上有些东西可能是有收获，有些东西可能是会有损失的啊。这个看你怎么去盘算这个得跟失之间怎么去衡量的。好，但是我们看的时候，他反中的背后的真相到底说他的基本路线不愿意放弃吗？还是说他其实没有办法再做一个调整？我刚刚讲的很清楚的一个比喻，就是像一个苹果这个我想讲这个像凤梨这个例子啊，因为凤梨本身当然在台湾的输入到大陆的水果里面啊，当然是这个产值算最高了，最高的产值就我们总量来讲，我想两岸的经贸总量来讲，它大概占2亿5千万左右的这个人民币哈，大概是15亿左右的台币嘛啊。那我想这个数字在整个两岸经贸来讲，真的是微不足道啊。但问题是它本身牵涉的问题是比较敏感，是农产品的问题。但我刚刚讲啊，你刚刚问到这个所谓的背后的真相是什么？背后真相是我们只开放了这个，我们一向都没有开放大陆农产品进来，因为我们在两岸两会在2009年在重庆签署这个所谓的 ECFA 协议之后。那后来这里面当然后来包括两岸这个也签署了两岸的农产品的检疫跟检验的协议嘛。那事实上这个东西背后就是大陆也是单向的同意让台湾的农产品输入到大陆，但是他竟然可以同意我们的农产品可以这个大陆农产品可以不用输入到台湾来，这个东西在贸易规范来讲是不公平的。但大陆愿意承受这个不公平，因为他认为整个量体不一样，因为台湾还毕竟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小的一个贸易结构，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庞大的一个贸易结构。但背后它有它的政治考虑啦，可能有些像民进党所讲的，可能有统战的考虑啊，政治的因素啦，还有包括就是说可能对台湾某种的宣传上的需要这样。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禁止去进口？它单纯只是为了要在贸易上的报复，还是说它其实真的很单纯的，只是因为在检疫上发现了一个介壳虫啊，就这样子而已？我是觉得说我要去严格定义这个，我自己觉得观察这个事件要严格定义它的事件的本身哈。就像说到目前为止，从这个大陆海关总署啊，到大陆的这个国台办啊，事实上他在讲述这个事件的时候，一直是把持在那种所谓的基调是在所谓的发现出那种所谓的检疫性的有害生物啊，所以这个情况下，他把它定义在说，从我们的这个农产品的这个凤梨的包装里面发现到介壳虫的问题，那我们就应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大家就事论事来谈。但是介壳虫的问题，其实去年很多批都有发现了，为什么在今年的这个时候特别提出来说介壳虫？对，所以说我说你要从它本身，它怎么去讲述这个事件的这个事因是什么，事由是什么？事由就是这个所谓的生物的问题啊，有害生物。问题是它发布的单位是海关总署，如果它发布的单位是大陆的商务部的时候，意义就不一样。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它可能就变成一种商业上的贸易制裁了。就我停止你进口，因为海关是从比较技术面来看，所以我们是应该来理解说这样的一个判断事实上有它的区别的啊。那这个区别当然我们还要观察它后面的这个操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到底是一个事务性的，还是一个政策性的，还是一个政治性的。我们本身必须要根据更多的这个材料更多的证据，才能够来证明或来判断说它背后还有没有第二波、第三波。因为现在很多的农民会担心是不是 ECFA 会被终止，因为其他的农产品也要进口到。这两天我们当然在我们中国时报也是持续关注这个议题嘛。那很多农民，尤其像高雄、屏东的啊，他们很多人就很无奈的讲说，农民一般来讲像种水果要靠天吃饭嘛，有时候是老天赏饭吃一样。问题实际上不是靠天的，他靠政治吃饭。
你如果政治如果说风向不对，或者有些政治这个不正确了，那有时候他们就你看他投入那么多钱，可是来不及啊，因为比如说凤梨，它可能18个月前它就开始要种了，那你18个月前我没有办法去考虑到，没有办法去嗅到说未来的政治会是如何。农民当然没有办法这样，这个东西很无奈，就在这里说他投入的成本跟时间啊，而且这个东西是这么薄利的这种产业啊，如果说碰到这种大的这种竞争，你是一枪毙命的。对，那对我们农民来讲，这很不公平嘛。对，那其他的农民现在也是很担心。但主要的当然像包括像可能另外是像世家凤梨，凤梨世家。所以我想这些农民可能因为凤梨世家是比较高价位的，跟凤梨那个牵扯这样现在它又更高价位，而且可能大陆有很多的这种我在北京认识很多朋友，他们实际上很喜欢吃这个东西，包括像世家啦，世家里面的这个品种可能最好之一。大陆没有吗？这个都台湾大部分都输出，但现在在海南在广东某些的地方已经有出现了一些，当然也很多是台湾农民移植过去的这样。这些产品大概陆续都有，但是它的品质跟它的价位当然是台湾的比较有竞争力这样的。OK。